大家都知道，有糖尿病的人一跟甜字沾边的食物就会觉得这不能吃。那对于玉米，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玉米是常见的粗粮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营养可以说非常丰富。但是玉米的升糖指数呢是55，是低血糖负荷食物，所以可以用玉米代替白米饭作为主食吃，对控制血糖是有帮助的。还有呢，没事儿用玉米须泡水喝，也有辅助降糖的作用。那有的人会说，甜玉米很甜，还是吃糯玉米比较好。那这种说法呀，并不对。甜玉米虽然味道甜，但是升血糖能力并不大，它的甜味是来自中小分子糖，而糯玉米含有的支链淀粉比较高，它的水解速度很快，升糖效果会更高一些，所以吃甜玉米会比糯玉米更好一些。但吃玉米时不要犯2个错误哦，一个是吃的太多。平时吃玉米吃1根就可以了，尽量呢在餐前吃，也不要呢吃太多的主食，然后再吃玉米，这样就容易升高血糖了。还有一个是少吃玉米制品，虽然玉米的升糖指数不高，但如果制成玉米制品就容易变成升糖食物，所以还是少吃玉米制品比较好。那你喜欢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？在很多男性因为承受巨大压力，来自生活的、工作的，再加上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导致肾脏出现问题。那该怎么养肾呢？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大家不妨常吃3种食物。1. 山药。山药大家都知道有健脾养胃的功效，那除此之外，男性吃山药还有滋精固肾的作用，能帮助男性提升魅力，大家可以常吃一些。2. 椰枣。椰枣很好吃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除此之外还含有男性荷尔蒙成分，男性经常吃能够激发雄激素，养护肾脏。3. 生蚝。生蚝中含有大量的锌，而锌又是男性健康重要的营养，所以经常吃生蚝能增进雄激素，有强肾壮腰的作用，让你男人味十足。秋天啊，天气比较干燥，那很多人呢就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如果总便秘会影响肠胃功能、内分泌还有新陈代谢，所以呢要早早的改善才行。那便秘呢，最好呀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，这样可以帮助肠道保持通畅。那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。第一种，西芹。西芹啊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，而且啊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以及大量的粗纤维。那经常吃能够促进消化和吸收，刮油通便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能够减轻体重哦。第二种，小白菜。小白菜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那便秘的朋友经常的吃一些小白菜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和食物的消化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防止。当然年纪大了，有很多事情啊需要注意，那洗头发呀也不例外。有的人头发爱出油，所以会天天洗，那这样对头发真的好吗？其实呢，油脂啊是有保护头发的作用的，它能让头发变得滋润。如果天天洗，反而对头发不好，也容易使头发掉得快。所以啊，建议老年人最好呢2到3天洗1次比较好。还有洗头的时候要注意2点。第一点，洗头时水温不要太高，水温太高会刺激到皮肤，会把头皮所需的脂肪层除掉，那这样头发就会变得容易折断。所以洗头之前最好自己试一下水温。第二点，洗完头不要马上睡觉。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睡觉前洗头，头发没干就睡觉了，那这样啊容易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出现头晕头痛的情况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中老年朋友洗头时要多注意一下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都会长出白头发，那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，所以头发开始变白的位置也不一样。那有些人头发先从两鬓开始变白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管是来自生活还是工作的。那压力大会让整个人的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，产生焦躁的情绪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两鬓变白的情况。其次，肝火旺盛，因为我们的两鬓对应的脏腑反射区是肝胆。如果肝胆之火旺盛，
那么很容易使人出现脾气暴躁、口干口苦、眼睛酸涩等情况，同时也会使两鬓头发变白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上面这2个原因。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长白头发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梳头。大家可以找一把适合的梳子，比如牛角梳或者是木质梳子，如果没有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代替。这样从前往后的梳头3到5分钟，这样梳头按摩头部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头发的生长发育，对改善脱发和白发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老年人经常这样梳头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脑中风的作用。现在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都存在长白头发的情况。那经常去染发，可是过段时间就又长出来了。如果总染发，对身体也不好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减少白发产生。在我们头上有个浮白穴，耳根上缘向后入发际线1个拇指宽的位置。那浮白穴属足少阳胆经，有疏肝利胆、散风通经的作用。我们按摩时可以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3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以浮白穴为中心，这样旋转按揉，每次按5分钟左右，要感觉皮肤发热发胀为宜。那经常这样按摩浮白穴，还能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延缓白发生长有帮助。早上一起床，天旋地转，头昏脑胀，浑身没劲儿，你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应对呢？不妨跟木子来学一个动作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动作很简单，双手手臂弯曲在胸前，食指交叉这样扣住，然后2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直的时候头呢也跟着往下低，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反复的做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呢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脑供血不足的朋友还要记住，不要长时间的坐着，或者呢长期低头工作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有助改善血液循环。当出现脑供血不足时，很多人会感觉到一阵的眩晕，所以我们平时要做好预防工作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小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有很好的作用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全身放松，将双手手臂弯曲，食指交叉放在胸部前面，然后将2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手的同时头部也快速的向下低头，让头部在2条手臂的中间，每次做30下左右。注意做的频率不要太快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改善头晕头痛，记性也会变好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如果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大家最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，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，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慢走等，这样有助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帮助。腿抽筋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不过最常见的就是睡觉时腿抽筋，有时候被疼醒真的是很难受。那有的人认为腿抽筋是缺钙了，其实呢，除了缺钙，还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腿受凉，很多人睡觉愿意踢被子，如果小腿受到寒冷的刺激，就会出现腿抽筋的情况。第二个，雌激素下降。很多女性体内雌激素下降，会导致体内钙质流失，这样就容易出现经常抽筋的情况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缓解腿抽筋的方法，可以将抽筋的那条腿伸直，然后用手握住脚，将腿的踝关节向外旋转。如果是左腿就逆时针转，右腿就顺时针，这样连续的旋转一会儿，疼痛就会有所缓解。大家转的时候要记自己最大的限度，旋转就可以。冬天到了，胃不好的小伙伴如果想养胃，除了要注意保暖、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敲敲自己腿上的养胃区哦。这个养胃区就是足三里了，足三里在小腿外侧，外线下3寸。那用手指量的话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也被称为长寿穴，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的作用。那按摩时，我们可以将手握成拳，然后用指关节敲打足三里，敲打力度大一些，要感觉有酸胀感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
那经常这样敲打可以促进消化，减轻肠胃负担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哦。得了，今天就叭叭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